哇，疗愈哦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发家，我是少廷，我是曼曼。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拍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台风要来了。没错。那其实呢，从我们开始录影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过大半年了。有一些我们觉得一开始的想象跟实际体验之后有一些落差的地方。今天刚好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讲。对，跟大家聊聊。对，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？我们还没吃。因为现在啊，已经慢慢进入9月了。哦，对，天气开始有点转凉了，慢慢变凉一点，露营呢又开始热络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想，有一些新手可能观望了很久，想要等一个不错的时机点进入。对，你说好，就是好的，对，黄道的吉日，像买股票一样吗？对，低点的地方。那我觉得现在呢，就是一个还不错可以开始布局的时间点了。那如果呢你是还没有入坑，我们呢今天就要先给你们打预防针，跟你看到不管是 YouTuber 也好啊，或者是你听朋友讲那种露营的美好，我们先要把你的梦敲醒，先让你知道一些真相，对，也没有那么恐怖啦。我先说结论，我还是推荐露营，对，我觉得露营很棒，没错。但是这些事情你需要先知道，没错。这气泡水而已。干啦，应该这个时间点大家吃过晚饭了吧？首先呢，大家在刚接触露营，或者是准备接触露营的时候呢，第一件事情应该大部分都是思考我的装备该买哪些，我能不能用最划算的价格买到我最实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在这个价格的紧绷地带，去发挥最高价值。对，就是买到一个 CP 值最高的。但坦白说，露营这件事呢，其实就跟绝大部分的产品一样，所有东西就是一个价格，一个品质，纯粹是取决于你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地步。一张天幕2000块到2万块都有，一个帐也是。对，所以你要求2000块的帐跟2万块一样的功能，基本上这是很过分的想法了。还有一些就是品牌的加持。这几年韩国的品牌崛起，他们的价格其实直接超过了以前比较属于日系、美系的露营用品。这些东西其实绝大部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外观都非常好看。对，很漂亮，就是所谓的风格露营啊。但它的单价其实就是你懂吗？通常我们会建议各位，在还没有开始露营前呢，你可以先尝试懒人露营，确定你喜欢这样子的感受。OK， 我们再来进入下一步，就是我要不要买装备？对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以租代买。对，租我觉得又有很多不一样的考量。我会建议你先做一点功课，租你想买的。如果今天是我要买，那我就去找这顶帐篷来租，直接去实测它。对，而不要说就是店家说啊，你这样租一租多少钱，包套给你，他给你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。没错，通常露营新手在这边很容易幻灭。其实，在装备这一项来讲啊，因为我常会在平台上面，不管是二手交流平台，你会看到可能帐篷刚入坑，可能2路，然后3路哦，因为转换风格或者是不适用，它并不是退坑哦。还有买错尺寸。对，所以其实你这样买错，然后你再卖出，其实就是消耗你的。没错啊，这只是帐篷部分，其实所有的装备我觉得都适用。对。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之前买的一个雪阿杯，它小小的一组，然后可以全部叠在一起，收纳起来呢，就真的是就是一个杯子这样的大小而已。对，4个，然后就收纳起来。对。然后觉得很方便啊，出去又不占位置，又很好携带。对。后来在实际用以后呢，才发现说啊。它容量真的是小到一个不行，你泡咖啡的时候怎样？滤挂袋直接沉到底，没有办法，它直接压到底那个挂袋，然后喝水可能要喝个5、6杯，就一直倒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再到第2路还是第3路就直接把它淘汰掉了。这就是因为一开始实际上想象跟现实的，我觉得蛮大的落差。没错，建议一开始所有的装备类型的东西，你可以租就租，能借就借，先用借的，先用租的。我觉得这是最大幅度降低你缴学费的办法。没错。对，缴少一点不可能不缴，但缴少一点。对。营地的部分呢，先跟各位说，如果你们看到的营地，就是你不管是 YouTube 上面搜寻得到，或者是你听朋友讲的，或者是你去 FB 社团，只要你看到的营区，属于比较热门一丢丢的，至少你都要前3个月到半年预定它。一般上班族大概能够露营的时间就是假日，还有小朋友啊，因为小朋友放假就6日啊，爸妈只能这样配合。对，所以其实全部人都是挤在6日。那营区坦白说，就是不管再大的营区，也就是这样能够容纳这样的量。对，尤其是又比较热门的话，哦，超强！尤其是有些还会就是要开放表单，你要去填，然后去
排，要抽哦，真的是要抽的。对，真的就是拼人品哎，一直要吃，你是觉得没有好好吃，然后很想看影片，很想好好吃，然后看，就跟你说就不要吃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看。好，然后再过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有了装备，然后营地也定好了，对，再过来就是要把装备上车了。没错，你到上车的时候就会发现说，你当初还好你是用租的，因为会遇到什么，你可能装备一堆，但是你其实根本装不下。装不下，对。你装不下的情况下，车龄价也好，那又是一大笔开销。所以在你现有的空间之下，最能够带出去的东西，它就是适合你的。这些都是你在一开始买装备的时候，其实不一定有办法想到的。对，你要去想象你的车的收纳可以到多少，如果不够的话，要去买车顶架，或者是要舍弃哪一些东西。所以其实车的收纳非常重要，超级重要。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装备也有了，放进车子里面呢。到了营区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又会遇到另外一个你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东西，天气。很多时候你在平地的天气是很好的，你到山上的时候就不一定那么好了。你会面临山路很难开，然后再过来什么，有可能遇到大雨或者是大雾，再过来，我觉得最重要一个也是我们踩过的雷，就是 Google 骗你，对，就看我们的对，事先做功课，知道你去的这些营区，它的山路状况怎么样，它现在的天气怎么样，你要知道在没有 Google 导航的情况下，该怎么去到那边。如果你去热门营区的话，你就很容易遇到说一整面墙，然后全部都是招牌。我知道哪一个，我知道哪一个。还有一点我刚刚没有提到，就是如果你还很新，我真的不建议你单飞夜冲。没错。对，尤其是你如果没有做足够的功课的话，真的非常危险。那我们今天到了营区之后呢，我们常见的有碎石区，对，有草皮区，对，或者有站板区、雨棚区。那我们先姑且把雨棚区跟站板区去掉不说，大部分常见就是碎石区跟草皮区啦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因为你不晓得它的排水状况怎么样，像有些地方会有很多蚂蚁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它会爬lên整个蚂蚁，这都需要有一些经验才有办法判断你的营位适不适合扎营，对，或者是你可能稍微靠哪边一点，提供一些小小技巧给各位，你们也不用太紧张。以碎石区来说，大部分在营区会铺碎石，都代表说他们那边的排水是稍微差一点的。只要他们的碎石铺的够，然后他们有做泄水破坏，一般而言，我们比较少遇到碎石区淹大水。对。但是这不是绝对哦。当雨来的又大又急的时候，你就还是准备淹啦。对，那草皮区呢，尽量找有草皮生长的地方，不要找光秃秃的地方。对，秃的话就表示那边排水不好。对，草长不出来。那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小参考建议啦。对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去营地啊，你还会发现厕所不是你想象中的干净，因为毕竟户外嘛，大自然嘛，最多就是什么虫，还有虫，对，就是满满的虫，以及可能厕所的话会有灯光嘛，平常都暗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有灯光，所以虫就直接往那边冲。对，所以其实营地的某些厕所其实真的会蛮吓人的。偷偷跟各位说，其实我首入的时候我是没有洗澡。没有人想知道。你常常看到有，不管是有虫或虫虱，或者是有落叶，或者有一些碎石渣啊什么之类的，对，这在露营都是属于非常非常正常的，很正常，对，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一些很干净的厕所，我们会觉得很惊讶。也许你们透过荧幕看起来觉得很还好，当然不能跟你们家里面的比。对，可是有在露营状况下，你看到厕所会觉得哇，超好有心，有在整理耶。不然大部分的厕所其实就是能够让你洗澡，对，然后水压有稳有热，就大概有80分了。对。如果你今天是新手，你一定不会准备行动冰箱。对。那营位呢可能会离那个冰箱有一段距离。对。有距离还好，假日的冰箱其实非常可怕，各种东西都看得见。这我觉得都还好，你的主菜被人家拿走，你真的会气死。这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讲到，就是有朋友他们真的是去露营，然后要煎牛排、烤牛排，牛排被拿走。找不到，你不用想说，营主你要负责，没有负责哦，没有这回事，就是那是你的问题。他们只是提供你们冷藏冷冻，没有帮你保管哦。对，因为人多的关系，你的冰箱常常会不够冷。开关的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他开关拿食材嘛，所以冷冻就变冷藏，冷藏就跟室温。我们甚至还遇过冬天去露营的时候，冰箱打开来是比室温高的。就是外面比较冷。对。吃得好，其实会让你整体的露营的氛围感觉很棒，有很大的加分。对，然后我们建议准备好烤肉，东西不见。对啊，或者是一直走来走去，
煮个早餐，煮个午餐，煮个下午茶，一直走来走去，一直走来走去，你真的会。而且营区在山上哦，所以你走不是平地走，你是上坡下坡，上坡下坡，走楼梯这样。对对对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也是蛮重要，超级重要。就是你在营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邻居？对，今天就算在一个什么热门、觉得多漂亮的地方，如果你的邻居跟你不合啦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好了，这个营区就没有那么好。对。我们有遇过的，或者我们有听过的，打麻将、唱 KTV、喝酒闹事。喝酒闹事，我要上那 B 落吗？不要，给他一点形象好了。对，就今天我们营区可能有很多东西，我们可以做事先的心理建设准备，就是我们有准备了去面对这个状况。对，可是人是完全无法控制的。对，那坦白说，我认为人在我们露营的过程中，体验直接占了30%到50%吧。对，就是会影响你这一趟露营体验占了蛮大的比重的。对，除非你们今天真的是出去都是整区的包，那你就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你的路友都是你认识的人，然后你的隔壁就会觉得说他们很吵。那营区的部分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衍生的。如果各位对这种系列有兴趣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看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下一集。所以再过来呢，我们到现场 ，OK， 状况 OK 的情况下，我们接下来遇到什么搭帐的问题？对，因为你们是新手，所以搭帐一定要很久。就算你有看过没有用，一定要搭过，而且要搭错才会记得。对。然后呢，你遇到这些状况呢，很容易产生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来搭帐？我为什么要来露营？对，其实我们最常听到，从我们开始露营前一直到现在，其实一直都有听到，然后我们也有亲眼见过搭帐吵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两个都不会搭，都不熟。那可能不管是男方或女方有做一点功课，或者是有听朋友讲，但实际上在搭的时候，就是会有很多的意见纠纷。都会啦，我觉得是难免啦。新手其实尽量多跟朋友一起，我们减少单飞的机会，就可以有效的帮你把露营这条路延顺。我以为是有效的把你的婚姻给延长下去。也是，这也是搭帐本来就是一个练习的过程。其实你一开始觉得很难，但你搭了2次、3次、5次、10次以后，你就觉得其实很轻松，真的没有什么压力。这时候搭帐就没有问题了，那就是只剩下天气的因素了。对，那搭帐是上集嘛，没错，下集就是收帐。对，我相信所有的露营老手都有一样的心情，就是他们完全不会怕搭帐，没错。但是面对收帐，就是有一种敬畏的心。一定要干燥撤收啊！拜托大太阳。至于为什么要干燥撤收呢？差很多如果你干燥撤收的话，回家就是把装备放好就好。如果你今天在收帐的时候呢，老天爷不给你面子，下雨或者是说你已经淋湿了，在离开之前帐篷没有办法晒干的话，你就要收湿帐，因为我们帐篷如果没有马上把它晒干，很容易发霉，甚至有可能造成帐篷上面的黑胶水解。这些都是不可逆的哦。对。所以这件事你一定要做，但是又很麻烦，又不一定有那个空间做，又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做。其实大家通常都是假日去露营，所以其实收帐回来的礼拜天，你必须要有时间去晒帐。如果还在下雨怎么办？礼拜一请假吗？不可能啊。对啊，或者是你们家是公寓，或者是你们家没有顶楼可以晒，那怎么办？反正就会很麻烦啊。当然有很多解决的方法，我们就不在这边赘述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些都是你们必须要先考虑到的原因之一。对，我们现在讲出来就是让你有心理建设。对，这些都是有可能会遇到的。雨中露营，画面上看起来很浪漫，但实际上是很狼狈，真的狼狈哦。另外，如果夏天的话，你撤帐时间超过上午10点，基本上你就是准备晒伤。超热到爆。对，除非你今天是森林系，不然不管你海拔再高都没用，越高越伤。那就是给准备入坑的人一些小技巧。其实我们就会在前一天要收帐的晚上，对，就是默默的把一些比如灯啊可以收的都先收好，甚至直接上车了。那第二天就可以减少我们收帐的时间。没错，这蛮重要的，很重要。我们一开始没有这样做，直接晒伤。各位看。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？你看，色差真的会晒到受不了了，而且会真的会晒伤的。回到家啦，你还会面临到最后一个问题。对，就假设你今天装备已经买了，自己买的，你还需要有一个足够容纳你所有露营装备的空间。没错，尽可能的保持它的湿度，不要太潮湿，然后又要可以放这些东西。对，你必须要有一个空间来收纳你的装备，你不可能
乱丢嘛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在家的收纳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以上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些，就是你在入坑之前，你可以先去做的一些心理建设。对，当你遇到了人，你就会想到啊，我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对对对，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呢，就不至于想退坑。对，就是你必须先知道会有这些状况。对啊，这些都是每一个人在露营都一定会遇到的状况。没错。对，跟大家分享。以上。哦，都还没有示范，一直讲。对，我就说一边吃一边讲，根本行不通。好啦。好啦，那就祝大家干燥撤收。没错，大家都要干燥撤收，又开始露营的旺季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营区遇见大家。我是大发家，记得订阅我们哦，拜拜。下次见。回去就一定要晒炸，没错。这就要接，是不是？表示赞同，肯定，那就是接话。在第二点呢，等一下，根本没有要接的意思。你在看戏耶，我像一只猴子一样。快点。